神探耶律齐最新篇章：大金银行事件。不过你帮我看看，我写到一半写不下去了。你这最近查案呢，老逼着我讲纪律是吧？你看看前面有什么写错的或是漏的地方，后面有什么要补充的。大金银行失窃案，办案人耶律齐，案发地点大金银行。看仔细点啊，将来出版以后，这都是你的光辉形象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说耶律勒索别人是为了办案需要？我觉得他说的合情合理的，我选择相信他。为什么？哎，你先坐。坐呀。原本呢，我答应过野驴，替他保守秘密，绝对不告诉别人的。不过这个案子啊，是你们政保组的，所以我不得不对他失信一次了。野驴说，小丸子案和巴比哪吒案的真凶是卢永华。证据呢？关于作案时间、作案地点以及作案手法，野驴已经侦查完毕，而且还有人证。你听了野驴的推理，以及剧场管事的证词，你觉得有没有依据？说实话，除了有一件事情证据不足以外，其他的还都可信。你是指幕后指使人是不是马扶摇？对，如果卢永华背后的指使人就是马扶摇，他们费尽心思制造了巴比哪吒自杀的假象，为什么还要开枪呢？这说不通啊。是啊，这一点我也曾经疑惑过。不过野驴的解释比较简单，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胡扯！好了，我们先不说马扶摇，我们单说小丸子案和巴比哪吒案，你觉得耶律的侦查结果可不可信？可信。那么关于这个卢永华，我们要不要动他？处长，我认为目前最危险的敌人是马扶摇，一切都应该为了抓捕马扶摇服务。卢永华可以暂时不动。野驴也是这个看法。好，我同意，暂时不动卢永华。哎呀，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比较难办了。
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置这个野驴？啊，他承认了，那笔钱的确是他向卢永华要的，不过他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证实他自己的推论。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可以信任。证明自己的推论就要动用$300吗？就算罗永华是罪犯，他也没有权利侵吞别人的财产啊！是，这一点他做的确实不对。报告，进来。主任，多回来正好，出怪事了。什么事？有人看见巴比哪吒死而复活了。不可能，我也觉得不可能。可就在他遇害的剧场里面，有几百个人同时看见他。不要害怕，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相信妖魔鬼怪。请你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仔细说说。长官，咱这个剧场原来的主打明星是巴比哪吒，这巴比哪吒一死啊，我们也只能惨淡经营。虽然大外地又请来个草台班子压台，可是这票房啊，比以前差远了。我们多方托关系，好说歹说，总算是说动了这个卢永华、卢大师来我们剧场登台献艺，这才有了这个起死回生的兆头。今天是卢永华、卢大师首次登台，票房一下子卖出去1大半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咱们能不能捡要紧的说？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。下面有请卢永华大师登台。诸位，现在我们做个游戏，我变个花样，大家看一看。怎么样？大家认出来没有？卢大师，你怎么看起来像巴比哪吒？像。你再仔细看看。他就是巴比哪吒，这是了。大家不要怕！这天底下，难道真的有人杀得了我巴比哪吒吗？原来真是大师你，大师啊！大师，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师，我可是前些日子亲眼看着你在这遇害的呀！这大师啊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这可不能与我们过不去啊！大师啊，大师啊，求你了，大师啊！大师内汉，饶命啊，大师啊，饶命啊，大师！这只是本人修炼多年的师遁术，没想到瞒过了所有的人。什么是魔术？这个才叫魔术。人呢？哪儿去了？罗永华呢？罗永华在哪儿？他被人绑在了后台的化妆间。哎呀，卢大师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方才登台的好像是巴比哪吒呀！没错，就是巴比哪吒，就是他把我捆在这儿的。
这可是军管会，你说话是要担责任的。哎呦，长官，瞧您说的，您就是给我8个胆子，我也不敢欺骗大军呢。哎，长官如若不信，你可以问问现场的观众，在场的有40-50号老观众，他们的名字、住址，在下大致都知道。您若不信，一问便知真假呀。好，感谢您的配合。不错，昨天晚上我就在剧场，我敢用脑袋担保，台上的就是巴比哪吒。可是那舞台上的灯光比较暗，那你确定不会看错吗？怎么会？我是巴比哪吒的老观众了，而且看了他不下100场演出，绝对不会看错的。好，谢谢。同志，请你们放心，昨天晚上登台的肯定是巴比哪吒。我不相信封建迷信，但是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。处长，我们走访约谈了35个昨晚的观众，他们一致认定昨晚在剧场看到的就是巴比哪吒本人。叶律，谈谈你的看法。你们共产党不是无神论者吗？怎么还信这种无稽之谈呢？耶律，不是信无稽之谈，而是那35个观众里面有4个是当年战斗在盐城的地下党员，他们是绝对不会欺骗组织的。你眼睛看到的难道就是真的吗？好，处长，那这样我再去走访一些其他的观众。嗯，好的。能不能跟我说的详细点？卢永华是盐城数1数2的魔术师，他要跟你玩个障眼法，不是很简单吗？你别说他了，就连我妈都有这能耐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呀？他不是可以借尸还魂吗？我今天晚上就在剧场守着，我看到底他能不能出来。好，那就让大虎多带些人跟你一块去，记住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。这回我相信耶律的推理，尸盾，我倒要看看他给我怎么炖。走。孙组长，后台都安顿好了吗？放心吧，铁蛋他们在后面看着。外边呢？2个班，1个连。我觉得今天晚上根本不会出现什么巴比哪吒，一顿烤鸭敢关多。这不是明摆的事儿吗？你唬我呢？好。大军同志，你们可要绝对保证我的安全呀！哎，你说你这是好嘛生了？再次上来，再次上来！一切牛鬼蛇神，最后都会倒在革命战士的枪下，知道了吧？哎，看，上来不让随便来一下，不上去。哎，你懂事了，我才不是给他壮胆呢，你说。下面有请卢永华大师。你说如果今天晚上巴比哪吒没出现，等我们哪天没来的时候他又出现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有人捣鬼呗。
他要真会什么尸遁，还用得着怕咱们呀？我觉得你现在变聪明了。哎呀，这么响，这得撒多少香水？卢永华这人就是这调调。你们以为眼睛看到的就是真实的？我是巴比哪吒，我是巴比哪吒，巴比哪吒！怎么回事？啊！好像真是巴比哪吒。不相信是吗？不相信上来瞧瞧，凑近了看看。哎，看清楚了吗？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死？天底下还有谁能杀得了我巴比哪吒吗？就算你是鬼，也要跟我去一趟军管会。你是把自己当阎王了？别动！住手！盈律，盈律！来，快点！这情况怎么样？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有点神志不清。铁蛋，他情况怎么样？我还好。巴比哪吒此举，只为了扬名，还算顾及同行之间的相伙之情。没什么大事，只是一点皮肉伤而已。你确定打伤你的人就是巴比哪吒？绝对错不了。铁蛋，送他去医院。是。你们俩过来帮忙，来，在这儿。我亲眼看见陆大师上了台，后来那股烟一出来，他咔嚓一下就变成巴比哪吒了。你也认为真的是巴比哪吒？逮捕巴比哪吒那天我也去了，看见过他，肯定没问题。好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我们严密控制了剧场外围，表演期间没有发现一个人出去。既然没有人进出，如果巴比哪吒耍诈的话，那就说明巴比哪吒还在剧场里。可是我们也搜索了剧场的每一个角落，都没有发现巴比哪吒的踪影。那就奇怪了。当然，这个巴比哪吒从解放前就在这个剧场里演出，所以对于地形，他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熟悉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可能，他使了什么障眼法，再或者呢，他藏匿在了我们并不知道的剧场里面的密道或者是暗室里，所以我们才一时找不到。那巴比哪吒为什么这么做呢？这你就不知道了，大虎。这些从艺的人，只要能出名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耶律啊，耶律啊，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？一点麻药而已，没事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我们正在讨论案情。还讨论什么呀？我的推论板上钉钉。巴比哪吒不是尸遁了吗？咱们就去把他的棺材打开，看看他尸体还在不在里面。要是开棺验尸的话，必须要征得家属的同意。处长，这个我也调查了。巴比哪吒从小就是孤儿，
流落街头，没有什么亲人。那好，那我们就开棺验尸。好。老虎，打不打赌？巴比哪吒肯定不在里面。我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尸盾。我倒真心希望看你哪次出回糗。什么？我说我真心希望哪天看你出次糗啊！我绝不相信尸盾这种无稽之谈。在座的各位跟我的立场是一样的。不过，既然案情有了新的变化，这么多的观众都看到巴比哪吒复活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我希望各位能够畅所欲言。耶律，那天在剧场里面，你离舞台上的巴比哪吒是最近的，那你觉得他真的是巴比哪吒，还是别人假扮的？按照当时的情况，我见到的应该就是巴比哪吒本人。这么说，巴比哪吒还真的活着？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但别忘了还有一个规律，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实的。的确，那天我见到的就是巴比哪吒，但在座的诸位都见过巴比哪吒的尸体已经在太平间躺了1周了，难道他可以不吃不喝不呼吸吗？我查过资料了，印度有一个魔术师，他被人埋进了棺材，1个月之后放出来了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可见啊，魔术师有些时候的技能真是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畴啊。我还有一个疑问，就算巴比哪吒没死，昨天我们已经搜过了整个剧场，为什么没有见到他？那个剧场啊，是变戏法的剧场，肯定藏有什么密道啊、暗示啊什么的，咱们不知道。保不齐在搜查的时候就有什么疏漏。如果巴比哪吒不是被害，而是为了出名，自导自演了这么一出，这就说明我们侦查的方向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的推理一开始就是错误的？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从来就不相信什么推理，那都是唯心主义。当然，这里边还是有些东西解释不清楚。大家现在都倾向巴比哪吒不是小丸子案的凶手，那么他干嘛还要对我们躲躲闪闪的呢？大虎呀，那一天在剧场，你那一枪虽然是从天上打的，但也足以把巴比哪吒的胆子吓破了。再说了，他以这种哗众取宠的方式想博出名，不管怎么说，那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他是跑不了的，他还敢留着见我们啊？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统一一下意见？小丸子案需要重新立案侦查。大虎的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。我也同意孙大虎同志的意见。接下来，我们开个党小组会议，我有事儿跟大家商量一下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下次你直接就说，耶律齐请你出去，不用说的这么婉转。耶律齐请你出去，这么多话。跟大家讨论一下关于耶律齐的问题。耶律齐之前问卢永华索要了3000美金，这一点他已经承认了。处长，
是勒索，不是索要。我觉得“索要”这个词比较准确。虽然这笔美金已经被追讨回来了，但麻烦是，这中间有300美金的亏空。300美金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！这个卢永华呀，私藏美金，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。这个钱我们收取上来，本来就是要充公的呀。就算是充公，也应该如数上交，不能因为是追缴款就任其亏空吧？孙大虎同志说的对啊，可如果让耶律齐来赔偿，这明显又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。不让他赔，那怎么办？咱们之前啊，查抄了几家赌场，缴获了不少赌资。那是赃款，也不能随便动用。但是那赌场的检举人是耶律啊，按照我们的规定，不是检举人有奖励的吗？根据线索奖励报案人，国家是有这个政策，但是那是针对普通的老百姓，咱们政保干部破案是理所当然，哪有什么奖励啊？其实耶律他能够检举赌场啊，主要是他的母亲三仙姑给提供的线索。哎，如果呀，我们把这个奖金直接奖励到他母亲名义下面，是不是就符合政策了？对。老季，处长，你们一个台前一个幕后，什么意思？说了半天，你们就是想包庇这个野驴。为了一个留用人员，你们居然打起了赃款的主意！你们都是党员，你们党性去哪儿了？再这么发展下去，你们会很危险。孙大虎同志，感谢你对我的提醒，不过我不太赞同你的用词。耶律齐是我们的同志，他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没有任何区别。我相信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破案。大虎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这样，咱们呀还按照惯例举手表决。我先表态，我同意。我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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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意。徐守信，记录一下。孙大虎反对这种做法。大虎，你这干嘛呢？我坚持反对这种做法。可我们是一个小组的成员，我不能让上级追究下来，只有我自己逃脱了罪责。孙大虎同志啊，这党小组会议可不是讲哥们义气的地方。可是，我们还得讲战友情谊。妈，啊，干嘛呀？老妈，这才几点呢，你就回来了？妈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是不是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人出现幻觉，把一个人看成另外一个人？那有什么难的呀？真有这种方法？您快跟我讲讲。给妈倒杯茶去。哎呀，妈，我有急用，你赶紧跟我说说。给我倒茶去。
来妈，喝茶。学这个东西干嘛呀？问这干嘛呀？不对呀，平时你不是觉得妈这本事是伤天害理吗？你今儿干嘛呀？你要跟我同流合污吗？没那么复杂，妈，你赶紧跟我说说这个是方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想拿这办法去勾搭人家许姑娘去啊？你要是这么干，妈可不答应你啊！妈，我就破例告诉你了，这事儿是因为案子。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奇怪的案子，我就想弄明白，是不是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人产生幻觉，比如说把我看成另外一个人，行了吧？你不用跟我说这些，我根本不信你的，你肯定没想好事儿。赶紧！哎呀，妈，你儿子你还不了解啊？做什么事儿堂堂正正，对不对？快，你快给我讲讲。行，你不是这样人，你先喝茶。你坐那儿，咱慢慢聊。喝茶。可以了吧？都把它喝了。都喝了，您快说吧。你站起来。站起来。哎呀，跟妈走。啊，别摔着，坐下吧。请喝水。哦，谢谢。头怎么受伤了？前2天上班碰了一点。啊。我们查了一下，你在巴比哪吒遇害的那天晚上给我们打过报警电话，事后又向我们介绍过现场的情况。是，我跟派出所同志都说过了。你是因伤退伍的军人，是我们信得过的同志，所以请你来是想了解一下当天晚上具体的情况。巴比哪吒遇害的时候，你是在台上，能不能帮我们回忆一下当时在台上的观众的具体相貌？行。我当时就是在舞台上面，那个小木屋左面那面墙靠里的位置。我旁边是个胖子。那你能不能想起来后面这面墙站的观众的具体相貌？好，请大家检查一下是否封闭。除了那枚戒指，还有没有其他的特征？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味。什么味道？说不好。要是让你再闻到这个气味，你还能不能认出来？我要是再闻到的话，肯定能认出来。那枚戒指是什么样的？你能帮我画出来吗？行。耶律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呀？我是小许呀。
小喜同志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妈妈让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学这种旁门左道的东西啊？为了破案。真的是为了破案？真的。难道不是为了追求我吗？追求你，我也不会用这种旁门左道。醒吧，醒吧，醒吧，起来！嗯，我怎么在这儿了？小许呢？我出现幻觉了，我真的出现幻觉了。哎呦妈，你太神了！快快快，坐坐坐，快坐下。妈挺有本事的吧？佩服。哎妈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？就是药面儿，我刚才放在你喝的那个茶杯里边了。哦，妈，刚才你是让我一个人产生幻觉了。如果想要让同时好几百个人都产生幻觉，有办法做到吗？那也没什么难的，你放口大锅里边烧开了，让大家伙喝呗。不可能啊。那倒也是，这种迷药不是这么好炼制的。妈到现在都没掌握它的法门呢。现在我这手里边也就是我师傅给我这点儿，也就用一点少一点儿。哎妈，如果想让别人产生幻觉，除了给他下药，需不需要用别的方法去配合？不用，但是得因人而异呀。你比如说，有的人定力强，你就得多下点药。嗯，明白了。哎呦，把药给我拿一点。干嘛呀？有用啊！这药对您来说不重要，也就是装神弄鬼。对我来说，也许我就用这药帮国家、帮政府破一个大案子。快，给我拿点。没了，都用光了。你想，你这么强的定力，妈都放里边了，没了。看着我的眼睛，对上了吗？麻烦你平时多注意一下，如果发现这个人，马上和我们联系，也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。好的，谢谢。没事，我是退伍军人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谢谢。我送你。谢谢。耶律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巴比哪吒真的没有死，那么卢永华是凶手的这个推断就不攻自破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的这个案子目前又走入了一个死胡同。处长大人，啊，看来我又得给你上课了。咱们假设，巴比哪吒真的有过人的本领，的确装死，那他真的能平地消失吗？那天我们封锁了剧场，做了仔细的搜查，剧场里的人一个没多，一个也没少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巴比哪吒根本就不存在。我也不太相信假死的说法。可是对方又是怎么做到让巴比哪吒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呢？而且你也说你看到的就是巴比哪吒，他们怎么做到的我还没有想透。但是今天上午，
我妈让我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咫尺之间把一个老太太看成了许流星，所以对手能做到这样，不是没有可能。另外，别忘了，巴比哪吒诈尸的时候，卢永华也在现场，所以这场表演定是偷梁换柱。月光下的城，北风中是谁的白雪皑皑，凌乱的脚印，冻僵的行李不必打开，免得逃避难为情。船死都不愿改不掉总是对我很慷慨，交给我的心，习惯了偏执的距离，一再小心也逃不过易碎的命。在哪里等着你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怕被害，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。总是对你很慷慨，交给你的心，天真的跑进风里，不再小心，一路上逆风而行。在哪里等着你来把这心打开，说你不愿被爱，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，在哪里等着你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愿被爱，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。或是不该，那么一定是精彩，精彩的不该。